被救过来的孩子向医生透露，凶手是他自己的爸爸，正是他爸爸想要杀他。听到这话，在场的人都震惊了。父亲怎会下手杀自己的儿子呢？但孩子的话却显得很真实。他描述自己被爸爸拉着爬楼梯，爸爸逼他减肥，累得不行，他问能不能休息一下，爸爸却指着他的肚子生气地说，你不觉得自己看起来很恶心吗？看到你我就忍不住生气，怎么可能是我生的你这种东西？然后一脚把他踢下了楼梯。而被带走的父亲则竭力辩解，说这是儿子的诬陷，那天只是陪儿子锻炼减肥。突然接到电话，他让儿子先回家，自己因为事情稍晚回家，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况且没有父亲会对自己孩子做那种事。聪明的警察挑挑眉，然后问他，你午饭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吃的炸鸡配二锅头？警察听到他和朋友一起吃的回答后露出微笑，这就没错了。你的儿子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你强迫他减肥连休息都不让，因为你讨厌他身上的肥肉。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你踢下楼梯。看到奄奄一息的儿子，环顾四周，确认周围没有监控，竟然扔下儿子自己离开了。但在外的女警员一眼看穿了谁在说谎，因为她眼尖的注意到了，他穿的鞋子明显是餐厅客人专用的。这说明他接到儿子受伤的电话时，急匆匆的还没来得及换鞋就跑了。鞋子不合脚，导致他在半路掉了鞋。这也是他的袜子为什么那么脏？这足以证明他儿子出事时他不在场。但奇怪的是，孩子的伤势这么严重，看起来不像是故意栽赃给父亲的。于是他们查看了监控录像，在同一时间段，发现一个男孩好像路过了事发现场，很可能目睹了什么。与此同时，疲惫的母亲像往常一样在吃维生素，却意外发现了一只屎壳郎，被吓得本能地扔掉了它。此时警方也通过调查找到了那个男孩的位置，男孩也如实地讲述了事情经过。当时他的狗在楼梯上乱跑，他追到狗狗时，狗狗对着小胖大声咆哮，小胖本来就怕狗，一慌神就崴了脚摔下楼梯。之所以没告诉大人，是因为小胖的妈妈曾警告过他，说如果狗狗吓到小胖，就会买只大狗来咬死他的小狗。但邻居说小胖的妈妈只是在吓唬他，因为他做事总是非常认真仔细，不会轻易犯错。这个认真让女警感到好奇，她询问小胖妈妈时发现，他的衣服全都穿错了，一点也不像平时那么严谨的他。与此同时，小胖正被父亲冷眼对待。这时女警掏出手机，打开了录音功能，问道，屎壳郎是你放的吧？你是不想让妈妈吃药对吧？原来如此。女警通过调查小胖妈的情况来检查维生素，果然发现维生素的颜色不正常，小胖妈服用的是白色的，而真正的维生素应该是黄色的。于是她又暗中调查了丈夫，果不其然发现丈夫有了新欢。经过一系列调查串联，女警最终明白了真相。面对女警的追问，小胖让自己的父母先离开，他还透露自己无意中看到了父亲与阿姨的亲密行为，并且还听到了阿姨让父亲把母亲的维生素换成精神药物，这样可以自然而然的离婚，并分到共同财产。被迷惑的丈夫竟然听从了情人的建议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向母亲说明，因此想到用屎壳郎来阻止母亲吃药，又想把责任推到父亲身上。但门外的父亲显然非常慌张，越是心慌的人越是有问题。女警直接指出他谋害妻子的证据，并当场将他逮捕。可是女警没想到，自己聪明一时却也糊涂一时，她的人生其实更加荒诞。男人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从小就不会笑，因此他每天起床后都要在镜子前不断练习微笑。这不是为了看起来更帅，而是因为这种怪病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为了更好地隐藏这个秘密，男人把自己的好男人形象发挥到极致。因为他的妻子是位刑警，而且随时有能力毁掉他的人生，但在妻子眼中，老公的笑容总是那么温暖亲切。她怎么也想不到，老公的内心竟然这么邪恶。也难怪她察觉不到，因为她伪装的实在太好，连女儿都特别喜欢她。每次送女儿上学，都会准备水果盘给老师，分给小朋友们吃。这个行为在老师心中直接就是暖心爸爸的代表。可一旦孩子进校门，他立刻收起职业面具，露出真实的面孔。他拿出手机，找到那个所谓的母亲，要求他给他妻子打电话道歉。母亲自豪地接过手机，可越想越气，一把扔掉了手机。经过这些年的历练，他学会了怎样保持冷静，并警告母亲，他的生命长短取决于你的态度。听到这，母亲慌了，显然他抓住了他的弱点，但不喜欢确实是相互的。昨天得知要去爷爷奶奶家，女儿本能地说不想去，他内心害怕。尽管妈妈解释说他们很好相处，我妈都不怎么说话，但看到爷爷奶奶第一眼，女儿还是本能地后退了一步。果不其然，婆婆开始表扬这孩子教育得真好。男人立刻板着脸反驳，谁看都这么认为。为了避免尴尬，母亲只能让女儿试一试，每天教她表达爱意的手势，
面对爷爷奶奶，女孩还是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惶恐，这根本不像是去见奶，简直像是去见皇太后一样。只有男人知道他们背后的苦衷。这男人一向很低调，经营着一家银饰店，但这天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，完全打乱了他原来的计划。男人像平时一样露出那种锻炼已久的职业性假笑，但看到来人时，两人都情不自禁地倒吸了一口凉气。男人好奇地想问话，却被告知今天工房太忙，等会儿再说。但男人还是忍不住叫出了对方的名字贤秀。男人试探性地问：是你吗？贤秀反问：知道了又想怎样？男人紧张地说：我来找白西城。白西城是车志远刑警的丈夫。男人笑着问他要不要喝杯茶。男人不太明白他的意图，但还是坐了下来。从他的手脚可以看出他非常紧张。贤秀让他把心里惊讶的话说出来。男人硬着头皮装作淡定没什么了，然后又假装喝了一口茶，说他还有事先走了。但男人却让他等一下，他打包了个见面礼，要送给这个18年未见的老朋友。虽然老友说不用了，但贤秀坚持说这个礼物很重要，填个地址我帮你邮寄过去。因为不敢反抗，还是按照贤秀的话去做了。但贤秀却四处看了看，随手拉上了窗帘，接着反锁了门，然后把音乐开到了最大声。可想而知，下一秒发小的命运就在这一刻改变了。女孩一上学就被打得鼻血直流，而对面的女孩看起来却很无辜，看到自己女儿被打成这样，做母亲的只好压抑住怒火，装作一切都没事的样子，说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，受了伤就道个歉，两人还能做朋友吗？志远努力化解孩子们的误会，希望他们能和好，可对方却一意孤行，开始质疑他的教育方式。志远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时女孩的爸爸出现了，先是深深鞠了一躬道歉，说是自己没有教育好，然后让自己的女儿先道歉。女儿显得很是委屈，平时疼爱她的父亲怎么能这么不顾她的感受？女儿感到委屈，母亲心里更是怒火中烧。后来她质问丈夫为何要忍让，他们会把我们当傻子，但丈夫依然认为吃亏是福。妻子知道丈夫心软，没想到他竟然软到这种程度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丈夫的一个举动让人感到解气。他永远不会在妻子面前展现他的另一面。然后他又去安慰女儿，但女儿觉得爸爸不再爱她了。没想到爸爸接下来的做法真是让我感到心跳加速。他问女儿，如果你和朋友闹矛盾，假如他们遇到不好的事，大家会不会怀疑是你呢？如果你主动让步，那是不是就能避免误会呢？女儿没太明白，但她知道自己很委屈。我的鼻子都被打出血了。父亲安慰女儿说，放学时我看到那个女孩哭着说她的芭比娃娃丢了，同学们都在说是她的疏忽导致了对你的误解，他们都在为你打抱不平，谁知这都是爸爸干的。看着女儿这么委屈，他这个不正常的人怎能忍受？虽然女儿不知道这是父亲所为，但她还是很开心，这让她明白了什么是正义，还感谢父亲教会了她谦让。但父亲的另一面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他提前将店铺关了，然后拿出一把钥匙，打开一个地下室的木门，走进他的地下室，那里正绑着一个男人。贤秀拿起墙上的锤子，然后撕掉男人嘴上的胶带。他提醒贤秀，这样做可是犯法的哦。可贤秀让他回想起18年前他是怎么对待他的。你们几个联手来对付我只是骂了你一句狗娘养的，你却爆粗口攻击我。那天我下了狠话，落到我手里的那天，我一定会打爆你的头。男人听了这话，心头涌起不好的预感，但此时他以为一切都太晚了。贤秀已经用锤子在他脸上游走。男人开始哭泣求饶，说自己当年还小不懂事。可贤秀却提醒他，他和他父亲很像，即使你装可怜来博取同情，我还是毫无感觉。但你放心，我只是出气而已。离开地下室后，男人又变回了和蔼的父亲，还被粘人的女儿要求帮忙吹头发。妈妈去店里打扫了。此时妻子已经到店里了。地下室的男人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，他想呼救，可奈何发不出声音。与此同时，害怕被发现的嫌疑人立马跑向店里，但此时妻子却发现了某样东西，她的眉头立刻紧锁。妻子怎么也没想到，丈夫居然要带她去吃牛肉粉丝。她只是夸赞丈夫是个好男人，殊不知男人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连这次也是故意引开妻子。因为在他的工作室下面有人被关着，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，他也是一名记者，但他的三好男人形象从未让他的妻子起疑。甚至刚才在他的工作室里，他发现了地上的碎玻璃，老公却淡淡的说是自己不小心手滑打碎的。妻子毫不犹豫的就信了，殊不知这是他和挚友打斗时碰碎的。要知道他的老婆是一名刑警，而他老婆从不怀疑他。但就在这个晚上，妻子半夜醒来，发现老公不在床边，此时已是凌晨3点半。
本以为老公可能在客厅，却发现家里静悄悄的。就在这时，家门被打开了，一个穿雨衣的人慢慢走近。当男人摘下帽子，妻子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丈夫解释说，他出去买了啤酒和炸鸡。这个解释妻子一点没怀疑，还夸老公越来越体贴。可第二天早上，一家餐馆发生了凶案，看到死者的惨状，志源不禁感叹太残忍了。幸好现场有监控，警方开始查看监控录像。志源看后瞪大了眼睛，虽然看不清楚对方的脸，但那件雨衣太熟悉了，让他想起昨晚老公正穿着这件雨衣回来。但很快志源排除了老公的嫌疑。首先，老公实在太柔弱了，其次，死者在出事前给一位记者留下了语音消息，说最近有个叫贤秀的人一直在威胁他。正说到一半，门外突然出现了个不速之客，死者正准备拿出防卫工具，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这时警方查到了最后一通电话的来电身份。奇怪的是，那人的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。不知道的是，这位记者已经被关起来了，而且关他的正是她的老公白熙成，真名叫贤秀。他通过密码进入了记者的家，逼问后得知记者把他的资料存放在电脑里。他查找后发现这些并非他的资料，气愤之下，他居然被骗了。其实记者是在拖延时间，希望能自救。为了弄清楚真相，志源找到了经纪人的家，但奇怪的是，家里似乎没人，而门外昨天的便当还放在那里。意识到有问题，志源让消防员开始撬门。屋内的贤秀一见是自己的妻子，瞳孔立刻放大。当他们破门进入时，开始搜索家中的每一个角落，但并没有找到经纪人的踪迹。他们不知道，窗外有个人影正笔直地站在那里。要知道，这是18楼啊！不得不说，贤秀的功夫真的很厉害，但再厉害的功夫也有扛不住的时候。突然传来的声音让志源开始变得警觉。此时楼下的一个男孩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幕。他妈妈闻讯赶来问他发生了什么。儿子兴奋地说他看到了蜘蛛侠，可是顺着他的视线去看并没有人影。其实刚才那个男人灵机一动，给家里的刑警打了个电话，那就是他的妻子志远，告诉他有记者在家里找他。果然妻子被支开了，这样他才能脱身。要知道这是在记者的家里，此时记者却被囚禁在地下室，他现在真是左右为难，思考该如何圆谎。他接着找到记者常用的相机，他很清楚相机里头肯定藏着一些秘密。果不其然，他找到了记者的把柄，然后他抢先回到自己的店里，打开地下室的门，刚走进去就被囚禁的记者偷袭了。但记者显然不是他的对手，为了生存，记者只能拼命一搏，两人开始扭打起来。这时他的妻子也赶到了店里，她一开门就看到了丈夫，随即心疼地问他脸上的伤。就在这时，记者从屋里出来了。志源看着同样满脸伤痕的记者感到好奇，她帮丈夫处理好伤口，一脸不舍，然后拿起桌上的手铐，以施暴罪现场逮捕了记者。记者急了，立刻向贤秀求助。贤秀也很有义气地解释说是自己的错，他在店里一直不走，我还以为他不怀好意，所以我就用力推了他一下，这才引起了我们之间的误会。但妻子却让他别胡说八道，做好人也得有个度。记者听了直翻白眼，如果这家伙是好人，这世上大概就没有坏人了。志源那鄙视的眼神，记者反问道。他们不知道两人刚达成了共识，记者帮他保密了贤秀的真实身份，他则帮记者守住了录像的内容。一旦录像内容曝光，记者的一生都会被毁掉。没想到贤秀演得这么像，难怪他妻子对他毫无怀疑，因为早上被害人的最后一个电话是留给记者的。记者透露，死者非常害怕贤秀，死者的妻子也说，得到的答案也是一样。深夜3更，丈夫经常接到一个叫贤秀的恐吓电话，说贤秀以前和他一起在饭店工作过。为了更好地了解贤秀，他们找到了贤秀曾经工作过的饭店，从师傅那里得知，贤秀不仅没有人情味，还忘恩负义。作为他的师傅，我有次在外场摔了一跤，他不仅没来帮忙，反而在一旁大笑，我至今都忘不了他的那副笑脸。这和经纪人的说法一致，贤秀果然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，种种迹象都指向贤秀有重大作案嫌疑。但直到现在，没人知道贤秀究竟去哪了。他竟然利用别人的身份结婚生子，他的妻子也在调查他。这一次，作为贤秀时的好友，一位记者突然发现案情有些不对劲，千万别多管闲事，特别是对那些老太太。但有些老太太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当他们在新闻里听说嫌疑人是贤秀，却不知道他长什么样，这些老太太立刻精神大振。他们翻开自己的相册，要知道贤秀是在他们眼前长大的，恰好5年前他去城里看女儿，无意中拍到了贤秀，没想到他已经结婚生子。老太太坚信自己没有看错。很快警方接到了老太太的电话，有人声称可以提供贤秀的照片，
志源立刻前往老太太家。与此同时，刚从警局出来的记者立即给贤秀打电话，问他还记不记得福子阿姨，他有你5年前的照片，然后又告诉他，你的妻子志远已经在去乡下的路上，去找福子阿姨，因为他无意中拍到了5年前的你。接着他戴上帽子，从小路一直走到乡下，很快就到了老太太家门口。他的发小记者说，接下来就按原计划行动。福子阿姨好几年没见到我了，她肯定会特别高兴，然后我就和她聊聊家常，借口要看她的照片。找到你的照片后，我会把它放进抽屉，然后找借口带她去吃夜宵，把它支开，你就可以趁机拿走照片。他们的计划看起来无懈可击，谁知道会有意外因素突然出现。当发小进去的时候，只看到老太太已经被绑倒在地上。记者一看，吓得立刻去解绑老太太，但老太太用尽最后的力气说了声小心。当她回过头来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一棒子打下来后，记者的视线开始模糊，接着就晕了过去。而此时的贤秀等到的不是发小带走老太太，而是一个鬼鬼祟祟的人。看到车子驶来时，吓得立刻逃离现场。贤秀马上意识到这人有问题，于是迅速上前将他拦下，利用自己的功夫将这个男人制服。但当他揭开口罩，贤秀根本不认识他，但这个男人却认出了贤秀，并要求贤秀交出他的妻子。显然贤秀被问得一头雾水，但这时警车已经到了。男人知道贤秀来这里是为了照片，于是约他在附近的民宿见面，然后趁机推开贤秀。这时刑警的妻子慢慢靠近，贤秀立刻转身翻过围墙，这一幕正好被他看到，于是贤秀往前跑，妻子紧追不舍。妻子怎么也没想到，她追的竟然是她的丈夫白西城。两人很快进入了仓库，躲在一角悄悄观察。志源用手电筒寻找开关，找到开关并按下之后，贤秀迅速准确地将榔头砸向电灯。志源被吓得差点尖叫，贤秀随即用布套住了志源的头。志源奋力反抗，竟然把贤秀推了出去。这时志源的头顶即将掉落的工具正要砸向他，贤秀赶紧护住了他。尽管被砸得非常痛，但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接着他把志源锁在仓库里，然后趁机逃离现场。他现在不能停下来，因为那逃跑的家伙手里有他的照片，他不能让别人知道他是贤秀。等志源被救出后，警方在现场找到了一只手表。这只手表对志源来说太熟悉了，当他看到背面刻有白西城3个字时，他不敢再多想。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几乎崩溃。来人半夜抵达一家宾馆，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住宿，他看准了墙上的时钟，随后一拳将其打碎，开始寻找最尖的玻璃碎片，用胶布将它包裹好，然后在手上试了试。随后他望向窗外，显然他知道接下来会有一场较量。正当此时，一通视频通话打断了他的思绪，原来是他的女儿想他了。听着女儿撒娇的声音，男人只好答应给女儿带个礼物回去。他答应后准备回家，让她乖乖听话。显然女儿对父亲的依赖程度可想而知，可男人并不知道，就这一点小要求他都没能遵守承诺，因为他被一名出租车司机盯上了。他慢慢地走向出租车，司机示意他先上车。就在这时，贤秀接到了儿时好友的电话，从他口中得知，那个司机为了他的妻子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但好友不知道此时他已经坐在司机的车上。当看到那张他想要的照片时，他立刻抢过来并将其撕成碎片，因为这张照片足以毁掉他的一生。司机还嘲笑他这种人还配结婚生子吗？然后他突然用手掐住贤秀的鼻子，贤秀猛地反抗，才趁机逃脱。但那块布上有迷魂药，贤秀还是奋力爬向旁边的火堆，把撕碎的照片烧毁。但司机不肯就此放过贤秀，直接在地上狠狠地暴打贤秀，然后又用那块布捂住贤秀的鼻子。本以为贤秀这下完了，谁知道司机还有备用的计策。贤秀被打的一幕被旅馆老板娘目睹，老板娘随即报警称，有个司机把他的客人打晕并带走了。就在这时，附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志源瞪大眼睛快速跑向手机，正好看到手机屏幕上是他的女儿。他立刻含泪请求支援，嫌疑人绑架了我的老公。上司一听直呼天啊，竟然敢动警察的家属。他马上启动警车，根据信息部门提供的司机定位，飞速前往目的地。但此时贤秀已经被关在别处，双脚还被绑起来，司机则坐在泳池边看着他挣扎，觉得还不够刺激，便开始往泳池里注水，同时吃了颗定心丸。他冷静地问贤秀，18年前我妻子上了你父亲的车，你是他的儿子吧？麻烦你告诉我，我的妻子被你爸爸埋在哪里了？贤秀回他说，动动你的脑子，我爸已经去世了，我怎么可能知道？但10分钟过去了，那人还在逼贤秀说出他妻子的下落，可贤秀也是冤枉的，他真的不知道答案。此时贤秀快要淹没在水里，
司机看着贤秀慢慢淹没，却完全无动于衷。也许这18年，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已经麻木。关键时刻，志远找到了司机的位置，同伴去对付司机，他则赶去救老公。眼前水中一动不动的老公，让志远心如坠冰窟。他的女儿才6岁，放学后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巨大的作业本。奶奶看到后非常不淡定，随即抢过孙女的书本，看了女孩一眼后，边撕毁东西边碎碎念：这么小就有3年级的水平了，你这种不寻常的行为，最终会害了大家的。女孩看着快疯了的奶奶，姐妹们来了。回到家看着孙女哭得厉害，奶奶急忙问她怎么了才能不哭。很快奶奶就把她带回家了，为她准备了蛋挞。但孙女撒娇的要求奶奶喂她，虽然奶奶很不情愿，我还是喂了她。这孩子真聪明，直夸奶奶的手艺比妈妈还好。奶奶这才露出了点笑容。这时爷爷突然回来质问奶奶在忙些什么，连人进门都没注意到吗？奶奶显然有些慌张，语无伦次地解释着，然后赶紧让孙女给爷爷问好，接着把奶奶叫到房间里，问她到底有没有脑子，怎么随便就带人进来了。但奶奶含着泪说，她才6岁，什么都不懂，只是在家里吃蛋挞而已。正吃蛋挞的孙女突然想上厕所，于是她告诉经过的保姆她要尿尿，可保姆转头只是看了她一眼，并没有理她，她只好跟着保姆去。但当她开门时，保姆已经不见了。殊不知保姆在暗处照顾一个半死的人，而家里的2人还在争吵。男人让妻子想想他们躺在床上的儿子，这话深深触动了他。但一开门就发现孙女站在门外，男人含蓄地提醒妻子，孩子也会说话，请让他小心言辞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那女孩怎么了，他的父亲已经在医院躺了5天还没醒，他母亲一直在旁边守候他醒来。几天后，男人突然醒来，头疼得像要爆炸一样，他毅然决然地拔掉了身上所有的医疗设备，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出了病房。出门时还特别四处看了看，似乎在害怕什么。突然他看到了前面的妻子，没想到他却连连后退。妻子迅速跑上前，一把抱住了他，他转动着眼珠，然后试图拥抱妻子。他的父亲听说后，立刻赶来看望儿子，看到儿子已经脱离了危险，父亲还在沉思，可母亲冲进来就开始大发雷霆，质问他是否明白自己的立场，是不是在拿自己的命开玩笑。还想继续说下去，但被院长老公阻止了，让大家都冷静一点，似乎在提醒他少说为妙。妻子刚走不久，她总觉得老公一家很奇怪，似乎有什么难以启齿的秘密。因为就在她昏迷期间，她突然半途而醒，居然叫她姐姐，让她一头雾水，甚至还让她去过普通人的生活，不要再来找她。她已不再是以前的多贤秀。一听到杜贤秀这3个字，妻子无法再控制自己的惶恐，但她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也许事情并不像她想的那样糟糕，但她不愿坐以待毙。她却不知道，有时候装傻其实更好。女人突然意识到，眼前的这个男人并不是她的丈夫，但她也只能装作不知情。男人似乎也察觉到了妻子的紧张，妻子立刻假装镇定，说看到她醒来真是太好了。但随后她的丈夫让她回家好好睡一觉，她现在没事了。妻子再也装不下去，她明白在丈夫眼里，能看到的只是妻子满满的关心和爱。于是她一把抓住要离开的妻子，紧张地说以后会照顾好自己，不会再受伤了。妻子却留下一句话守了她好几天，她现在快累倒了，需要回家好好休息一下。妻子突然压抑住心中的恐慌，她深知现在必须重新了解她的丈夫。然后她一回家就准备了各种工具，趁着丈夫还在医院，她来到了丈夫的私人房间。她知道丈夫房间有个地下室，但她从未对丈夫产生过怀疑。她相信丈夫的话，地下室只是用来存放杂物的。她直接把锁砸开，打开了地下室的门，没想到里面的情况非常诡异。她慢慢地走进去，只见里面的设备异常齐全，但她顾不上那么多了。她首先戴上手套，接着准备好神秘的液体，然后开始在地面上喷洒，随后关掉了开关。地上的荧光片片显示这里曾发生过血案。她怎么也想不到，与她共同生活了10年的男人，竟然隐藏了如此多的秘密。看着角落里女儿的学步车，她怎么也想不到，那个如此细心、那么爱家的丈夫，居然是警方追查了14年的嫌疑人贤秀。而她作为警察的妻子却一无所知。但她还不知道，此刻在医院生病的丈夫竟换上了医生的服装，戴上了口罩，从院长父亲那里接过了针筒和药物。显然他们正在密谋着什么。他淡定地推着车进入病房，随后竟向药水中注射了某物。躺在床上的人似乎没有察觉。当贤秀准备离开时，突然对床上的男人说，这个手机吊坠是在我父亲的葬礼上有人送给我姐的，而后我姐又给了我。言外之意是，你想通过这吊坠找到你妻子的下落，但你找错了人。那男人立刻不淡定了，
马上让贤秀拔掉药水。他现在不想死，虽然刚才已经绝望，但现在他发现追错了仇人。尽管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，只剩下2个月的生命，他还是希望能在最后时刻抓住希望。看到了自己的妻子，贤秀让他放心，开关并没有打开，因为贤秀发现了一件事，这人并没把自己的身份透露给警察，他也没有必要赶尽杀绝，更何况这还意外让他发现有人正暗地里试图栽赃给他，而妻子在地下室看到的血迹是他与发小打斗时留下的。很快贤秀出院回家了，可妻子越看他越觉得可疑，他为何要让自己的人生这么黑暗？他并没有多大的要求，只是想要一个真相。现在他必须装作一切不知情，但内心极力想揭开真相。于是他以老公出院为由，给老公送了一块手表。不曾想这块手表竟然救了他一命。妻子决绝地取下了戴了10年的结婚戒指，这一刻他才明白爱字的虚伪。就在刚才，接到了老公的电话，说他因临时有事需去城东出差。妻子表面上附和，但下一秒他就看到老公的定位显示他去了反方向。正如大家所想，他去见了另一个女人。情节也如其他剧情一样，一见面就拥抱哭泣。但事情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，他们其实是一对亲姐弟，自上次见面已经10几年了，而如今他们再次相见。弟弟已经结婚生子，姐姐好奇为何弟弟突然找她。贤秀向姐姐解释，那是在父亲的葬礼上你给我的那个挂坠，原来他是18年前的受害者。姐姐显然一无所知，都是因为那个挂坠。受害者的老公误以为我是同谋，他们的对话被外面的妻子听到了，她感到很欣慰，至少她的老公不是凶手。姐姐突然意识到，弟媳妇似乎是一名刑警，弟弟也承认他确实是刑警，正在负责这个案子，所以他现在走每一步都格外小心，绝不能犯任何错误。他现在会好好的，以白熙成的身份继续生活。当姐姐问他是否爱他的妻子，听到这个问题，门外的妻子变得很紧张，但贤秀坦白他从未爱过，他也不懂爱是什么。门外的妻子心情沉重，没想到多年的夫妻关系，最终只是他一厢情愿。可以回去了。丈夫像往常一样尝试逗妻子开心，妻子还是忍不住问了那句你爱我吗？丈夫拉起她的手，轻轻地在嘴上吻了一下。妻子没有揭穿他，也许正如他所说，他会以白熙成的身份好好的活下去。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，他可以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但第二天，丈夫发现妻子的戒指不见了，于是假装不经意地问戒指呢？作为一名刑警出身的妻子，她很淡定地说是洗手时不慎掉落，放在洗手间忘记拿了。但不知为何，贤秀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女人天生就藏不住秘密。老公第一个开口问妻子，为什么最近总是勉强笑？有什么烦心事说出来，让我帮你分担。妻子却脱口出说，我感觉对你的感情变了。没想到丈夫反问她为何感情会突然变淡，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妻子。她随即质问丈夫，他的感情还像以前一样吗？得到的答案是他一直没变，这让妻子更加愤怒。原来他从来就没变过。但丈夫认为可能是妻子最近工作压力太大，影响了他的情绪。妻子告诉他不要装懂，喜欢就是喜欢，讨厌就是讨厌。我现在看你就觉得讨厌，越看越讨厌，甚至你的每一个动作我看到都想吐。丈夫不理解，如果讨厌我，你为什么还要哭？妻子只是让他自己去想，但他从小就不懂情感，你的尴尬简直就像耶稣的告别。一听这话，老公急了，妻子却叫他什么都别做，这才是他最希望的。但老公心里慌了，结婚10几年没见过妻子这样，他决定要为妻子做点什么。没想到他的做法真的很不寻常。母亲正在给儿子整理房间，正当他给儿子铺床单，突然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个盒子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一堆女孩被绑架的照片，还有一把沾满血迹的匕首。母亲吓得立刻扔掉它，她不敢相信这是她儿子干的，毕竟她的儿子从小就特别聪明，还赢得了许多荣誉和奖项，如今却发现儿子竟是个杀人狂。看着那些儿子用过的匕首，母亲本来想自杀了算，但突然她看到窗外儿子正在挖坑，这一幕让她几乎崩溃，因为坑旁边躺着一个人。于是她慢慢走向儿子，儿子看了一眼地上还在痛苦挣扎的男人，随后让母亲先回到屋里，他说让他先处理完这件事。母亲完全崩溃了，竟然要活埋一个人，这么严重的事情，儿子却表现得如此冷静。看着儿子那熟练的动作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是他一手带大的儿子。他再也忍不住手中的刀，然后在儿子不注意的时候，直接向他刺了过去。不知道刺中了哪个部位，儿子竟然当场倒地，从此一躺就是10几年。房间里摆满了他的各种奖杯和荣誉，只是可惜他现在成了植物人，每天都要通过注射来喂食。而当年那被埋的男人也被救了出来，他回忆起是被一辆车撞倒的，但这明显不是医院。于是他不顾身体的伤痛，决定离开。
但在离开前，他清楚自己没有钱，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。于是他快速扫荡了。正当这时，外面走进来一个人，两人对视一眼，立刻意识到这人肯定是家里的主人。于是三人坐下开始谈判。男人感到好奇，车撞的明明是我，为什么肇事者反倒昏迷了呢？老头解释道，这就像你的人生中突如其来的意外，就像你一直在逃亡。老头显然知道，他就是从14岁开始一直在逃亡的杜贤秀。老头接着告诉他，现在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能让我们所有人都回到正轨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儿子白西城，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儿子放弃我院长候选人的位置，你也不用再躲躲藏藏。这个主意对贤秀来说无法拒绝，于是他从那一刻起就变成了白西城，还通过这个身份结婚生子。女儿刚出生，他开始自我怀疑，他竟然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妻子问他在想什么，他却担心女儿会不喜欢这样的爸爸，但他的担心完全多余。女儿非常黏他，本以为一家人可以这样幸福的生活，但命运总有不可预测的安排。近来新闻总在播放18年前的连环杀人案，这让母亲感到不安。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儿子所为，她陷入了深思。儿子是她从小呵护到大的骄傲，她觉得这是她此生最大的荣耀，但现在她却觉得这是一种耻辱。因此她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她宁愿让儿子死去。起初她想拔掉氧气管，等儿子去世后，她也打算随他而去。她想问问儿子，到底是自己哪里教育出了问题，让他走上了这条道路。收到保姆的短信后，院长急忙赶回家，看到儿子的氧气已被拔掉，他怒斥他的妻子，这让他以后该如何是好。于是他推开妻子想去救儿子，但此时他发现昏迷了18年的儿子竟然苏醒了。小伙醒来发现家的全家福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，自己的面容竟被这个男人替代。小伙向父亲提问，为什么我的身份被别人取代？可父亲却轻描淡写地说，只是以为你活不下去了。难怪小伙一躺就是整整18年。他向父亲诉说自己的委屈，而那个借用他身份的贤秀，每天对着镜子练习微笑，因为从小就被认为是反社会人格，有社交障碍，不理解人类情感，所以他绝对不能让妻子发现他是这样的人。但他不知道，真正的白西城比他更可怕。表面上看似病弱无力，令人同情，但他的头脑异常聪明。他对家里唯一的保姆也很机智，他马上在纸上写道，需要我泡杯茶给你吗？白西城友好的向他表示了感谢，但一旦保姆离开，他便问他妈妈，保姆知道多少关于他的事情。母亲让他不用担心，他特意找了个不会读唇语的聋哑保姆，还和他签了保密协议。但他一向聪明，总是多个心眼，所以在保姆照顾他时，他总是注意观察保姆的举动，试图发现保姆有何异常，然后突然快速抓住保姆的下巴，试探性地问保姆，你真的不会读唇语吗？保姆开始躲避他的目光，只见白西城警告他说话时不要试图避开视线，这样看起来很心虚。保姆立刻从口袋里掏出纸笔，紧张地写下，我是害怕不能直视主人的眼睛。但这并没有消除白西城的疑虑，相比那些冒用他身份的人贤秀，他的脑子没那么灵光。由于妻子突然要求离婚，他姐姐帮他分析，肯定是进入了婚姻的厌倦期，过一阵子应该就会好。但他觉得妻子应该是因为工作太累了，到底如何才能让他放松开心一些呢？他的发小告诉他，那还不简单，给他买点喜欢的礼物，再说点甜言蜜语就行了。这突然让他灵光一闪，现在志源最喜欢的就是共犯，如果帮他抓到共犯，妻子肯定会很开心。其实老婆的要求并不多，希望自己的老公能真心爱她。看到老公一整天收到的数十条慰问信息，这一刻他真的被感动了。虽然无意中听到他说过从未爱过她，但这些年来她能感觉到老公是真的爱她。虽然从来没说过我爱你，但她承诺会为他而活一辈子。这一刻她突然非常想念他。现在老公为了揪出共犯，已经潜入敌方阵地。就在这时，妻子打来了电话。胖子男人先接的电话，妻子说她感觉很累，突然很想你，但丈夫却说他现在很忙。妻子没想到他会这么说，她立刻察觉到丈夫的异常，因为从相识到现在，无论多忙，她总会放下一切听他倾诉。作为一名刑警，她立刻告诉丈夫，现在只需要简单回答。首先问他现在是否不方便，丈夫回答了一个当问他是否需要帮忙，丈夫说不需要，但又问他是否能自己处理，丈夫再次回答妻子接着说1个小时内来找我，因为我很想你。其实妻子是在提醒他1小时后他会找到他。这男人一生中从未觉得这么无助，眼前的妻子竟然想毁了他的人生。你得知道，昨晚他一通说想我救的电话，
他立马连停都不带的，在约定的1小时内赶到了这里。然后他告诉我，他这辈子都不想离开我，这让我更加确信自己的选择没错。晚上他终于向妻子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没想到妻子早就知道了，他其实不是真正的白西城。那么真正的白西城去哪儿了呢？这正是他想坦白的原因，因为他已经通过线索潜入内部，很快就拿到了共犯的资料。就在这时，对方接了一个电话，让他解决掉眼前的家伙，并承诺支付他双倍的报酬。幸运的是，他机智地躲过了一劫，但这件事除了他，只有他的院长父亲知道，因为他当时向父亲借了一笔钱，说是用这笔钱购买共犯的信息。随后他们一起去了院长父亲的家，但院长夫人看到他们后显得非常紧张。就在白天，家里的聋哑保姆看起来对他们的对话很好奇，而这对父子确实在密谋些什么。白西城敏锐地感觉到了，外面有双眼睛正盯着他，而保姆以为躲开了他的视线，实际上白西城已经开始怀疑家里的保姆可能懂唇语，并提醒父亲要小心隔墙有耳。没想到保姆下午就坐不住了，递上了辞职信。辞职信里竟然是感谢他们的收留，但他希望在下周之前将他的工资和封口费全部汇入他的账户。工资没问题，但封口费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没想到保姆却开始比划着解释，他所知道的事远比夫人您想象的要多。夫人急忙问他到底知道了哪些事，这个不要命的保姆竟然一五一十的把整个事情都说了出来。夫人定了定神，他试图让保姆停止这样做，但保姆对他的请求置若罔闻，起身就要离开。夫人急忙上前拦住他，并试图让他回忆，当时是他帮你找律师，让你脱离苦海，你当时还说要好好报答我们呢，做人不能这么忘恩负义。但由于太过激动，保姆一把将他推倒，撞到了桌角。这一幕恰好被白西城看到，白西城质问保姆做了什么。保姆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，反而警告夫人，如果不给钱，他就会把一切都说出去。这时夫人吓得连连后退，因为坐在轮椅上的儿子突然站了起来。这一点保姆万万没想到，这让白西城更加怀疑，你这个女人真的不可靠。接着他慢慢向他走去，保姆见状急忙逃离，但他还没跑出去，就被白西城抓了回来，落到白西城手里，肯定是没命活着了。母亲亲眼见过儿子的手段，于是她紧张地打电话给老公，让他赶紧回来。没想到儿子却淡定地说，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妈妈，妈妈知道他们的路越来越远了，这也是他为什么带他们来这里。这让夫人感到非常紧张，他们原本以为今天能让对方承认共犯，没想到却落入了对方的圈套。正所谓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白西城竟然把保姆的头发故意放在他们的后备箱里，没想到连妻子都不相信他了，他竟然把他当成杀人犯逮捕了。对于一个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，此时他竟开始发作了。他一把把妻子按倒在地，随后拿起一把刀架在妻子的脖子上，他提醒妻子，此刻他不再相信任何人。然后他示意妻子走到监控下，接着去拔掉所有的插头。在拔掉监控之后，男人大口的喘粗气，妻子问他是不是疯了，竟然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。男人拿出刀，在自己的手掌上用力划了一下，用这种方式证明这把刀其实并不锋利，他只是用这个假象来说明妻子和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，而他现在想做的就是找到真正的凶手。但妻子却把自己紧紧靠在他身边。这时外面的警察已经赶到了，当他们进来时里面已经没人了。他们通过监控得知志源被当作人质带走了，很快贤秀也被当成嫌疑人全城通缉。女儿似乎也听出了爸妈出了事，听到这些志源的妈妈更是难以忍受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她尝试打电话给那个胖子，故意询问为什么要陷害他，得到的答复却说这事跟他没关系，都是那家伙搞的鬼。这话已足以证明他是清白的。但贤秀并不只是想要真相，他想知道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谁，而胖子想要的很简单，他只是想要钱。于是贤秀开始挑动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你以为仅凭你手中的那个女人就能轻易从那家伙那里拿到钱吗？我们合作如何？胖子显然有些动心，他说他会考虑一下。显然胖子对那家伙也不太信任。这段录音足以证明她老公的清白。接着老公打了个电话到前台，要求送一条毛巾过来，他伸出了拥抱的姿势。妻子以为老公只是想缓解一下情绪，她没想到丈夫已经有了明确的计划。这时她深情地说了3个字，我爱你。妻子好奇为什么他说的这么伤感，下一秒他就让妻子靠近，然后把她固定在桌边，但丈夫却决定让她继续当人质，接下来的混乱由他来处理。但他不知道这一去，两人的关系即将画上句号。当他看到服务员进来，他这才放心离开。当志源被救出之后，才从女儿那里得知外婆因为气愤而住院了，但她因为案件无法离开，
于是只能把女儿托付给一个从未见过的姑姑。但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即将面临死亡般的恐惧，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那家伙的智谋。当得知作为人质的智媛并未受伤时，这让他开始怀疑智媛可能已经知道了真相，而智媛此时还毫无所知，不知道危险正悄悄接近。他蹲下来对女儿说，姑姑现在会画画了，你要好好跟姑姑学习哦。女儿撒娇的让姑姑回家教她画丑小鸭。这时候姑姑正准备还给智媛她的衣服，智媛却让她穿着回去，反正你也是回到我家，到时候就扔在沙发上就行了。他本来想掏出手机，却不小心翻出了智媛的工作证，然而这张工作证成了他死亡的催命符。他们一下车，就有双眼睛在暗处盯着他们，明显有危险在逐渐逼近。女孩才离家几天，家里却乱得不可思议。和她一起回来的姑姑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但女孩还是泰然自若地走向自己的房间。姑姑心里想，难道是弟弟和妻子吵架了吗？接着两人开始收拾衣服，准备搬到姑姑家暂住。突然女人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，于是她打开房门，奇怪的是客厅的灯怎么不亮了。突然她看到一个黑影正坐在沙发上，还叫了她一声车，是支援的刑警。她立刻意识到这人绝不是什么好人，于是她马上把女孩的房门关上。女人则从口袋里掏出工作证，挂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因为她知道这人把她误认为是弟媳。支援慢慢地走了出来，那男人也慢慢靠近她，拿起她脖子上的工作证，核实了一下身份。他找到了那个人，女人也认出了他，这人是18年前的连环杀人犯。于是他恳求那男人放了他的女儿，小孩是无辜的。男人随即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刀，女人显然没能逃过这一劫。男人还顺手带走了他的战利品，就因为这个工作证，后来竟让我哭着用掉了一包面纸。志远很快就接到了通知，家里出了事。当他走进屋子时，消防员已经在里面等着了。他紧张地问女儿在哪里，消防员说屋里有个孩子，孩子坚持要等妈妈来了才开门。志远慢慢靠近房门，这时房门才开了。警方查看监控后得知，那人早就在志远家附近等候，明显他的目标是志远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嫌疑人知道志远还活着，那志远现在非常危险，所以他们必须发布假消息，声称志远已经死了。然后志远接到了装死的通知。他们这么做真的很明智，因为这家伙狠起来真的很可怕。半夜他潜入一家药店，找到了老鼠药，然后将药剂撒在每一张钞票上。他的目标居然是那个胖子。胖子为了钱又接了一笔顺手的交易。胖子负责把贤秀带到交易地点，但他要先拿到对方的钱。你就该去做你的事，意思就是别来妨碍他赚钱。而他们的交易对象居然是这个女人，那个18年前本应被杀害的女人。贤秀对他说，你是这起连环杀人案的唯一幸存者，希望你好好保护自己，我也会帮你把那个人抓到。很明显女人对他不信任，这是贤秀为他换上的新锁。接下来他把唯一的钥匙放进了笼子里，并让他放心，除了他自己没人能开这扇门。显然没有其他人能够打开这扇门。很快胖子和白西城开始了交易，他引领白西城到了地下室，地上已经准备好了交易的钱。胖子看了一眼，果然是他最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像往常一样闻了闻钱的味道。白西城心里想，习惯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。胖子也没多想，只是对他说，今后我们最好别再见面，然后递给他猎物的钥匙。白西城还提醒他路上慢点，这话的意思是他很可能走不到家。果然当他转头的时候，感觉鼻子一阵暖流，紧接着白西城就可以尽情玩弄他的猎物，满足自己的快感。明明不是动物，却被关在笼子里，不是因为那女人傻，而是对方实在太狠心了。为了满足虐待别人的快感，这男的居然花了1个亿来买她。当他拿到钥匙的时候，他兴奋地赶去开笼子的锁，女人吓得缩在角落里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把锁怎么也打不开。就这样他花了1个亿买了个空欢喜。此时他更加狂躁不安，明明猎物近在咫尺，却怎么也得不到。他示意女人过来，但女人并不傻，她的疯狂行为确实吓坏了她。接着男人瞪大眼睛威胁说，如果不过来，我会让你好看。突然他感觉背后一阵发凉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他急忙掏出刀，试图偷袭来人，没想到对方早有准备。对方迅速用锁喉技制服了他。对付这种败类必须迅速而准确，绝不能有丝毫松懈。但这样的人渣，不狠狠教训一顿难解心头之恨。于是他一拳接一拳地打向白西城。贤秀警告他，你的人生已经结束了。但白西城却示意，我的口袋里还有个惊喜，保证你满意。当贤秀从他口袋里掏出东西时，竟然是一张血迹斑斑的工作牌。白西城解释说，这是他的战利品，这让贤秀感到心寒。白西城让他放心，我没碰你女儿。他用仅剩的理智打电话给妻子确认，但警方让他继续装作不知情，装作电话没接通。
贤秀感觉要崩溃了，于是他又给警方打电话核实情况。警方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此刻对贤秀来说，整个世界都仿佛崩塌了。他没想到仅仅几个小时，妻子就与他阴阳有隔，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对他说，他有多么爱他。无法再忍耐的他本想扑向白西城，结果被对方一脚踢了回去。这时笼内的女人抓住了他，他叫白西城，快跑！并不是女人疯了，而是他实在不想看到贤秀，因为这种人毁了自己。贤秀紧随其后追出来，手里紧握着匕首，显然他决心要杀了对方。贤秀很快追到树林里，此时的白西城已经体力透支，贤秀追上前就给了他一刀，然后又在他的腿上又捅了一刀，痛得白西城大声狼嚎。没想到贤秀居然让他继续逃，不管怎样，至少还留了一线生机。此时地上的手机突然响起，笼内的女人这才回过神来，她迅速打开笼门，爬过去接起电话，电话是志远打来的，他让他赶紧过来救贤秀。听到这，妻子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而这边的贤秀已经玩够了，正要举起匕首结束一切。这边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局。男人摇摇头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妻子竟然死而复生。妻子示意他过来感受他的体温，而他压在身下的是另一个男人，试图嘲笑他自己是个傻子，但还有那么一丝理智在提醒他，眼前的妻子是真实的，不是幻觉。男人慢慢地放下了手中的刀，他们以为这一切将是完美的结局。就在这时，那个家伙抢了警察的手枪，并瞄准了他们。贤秀立刻护着妻子，当他扣动扳机，警方也向他开了一枪，这一枪精准命中，他的妻子没事，但贤秀满脸是血。妻子心痛的说不出话来，贤秀最后看了妻子一眼，然后慢慢合上了眼睛，他的泪水里充满了对妻子的爱。幸运的是，子弹只是擦过头皮，穿过去了，但颅骨有裂痕。从 CT 扫描来看，问题不大，顶多是脑震荡。妻子最关心的是他何时能醒来，医生让他放心，醒来只是时间问题。看着熟睡的丈夫，妻子坚信他们命大，必定有后福，但没想到接下来等待他的却是更大的打击。然而就在第二天，志源正在打电话，贤秀却走出了病房。当贤秀转头看向志源时，志源感到无比激动，他们经历了太多，现在贤秀终于可以用自己的身份活着。但奇怪的是，贤秀却擦肩而过。志源感到非常震惊，他惊呼：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于是他大声呼唤到老公。贤秀转过头来看着他，可他的目光却停在了他的工作证上，然后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，紧接着他连连后退，最后转身就跑。当他跑到大厅看到警察时，又被吓得不敢上前。突然一群记者围上来，争先恐后的采访他这个意外的英雄，而他却显得非常困惑。天知道，他竟然回到了15年前的记忆里，他甚至完全不记得自己有个刑警老婆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一对上他的眼神，他的脑海里就一片空白。更奇怪的是，他的好友质问他为什么会买那么多蛋挞塞满了冰箱。贤秀自己也不明白，为什么每次看到蛋挞就忍不住要买。他不知道这正是志源和他女儿最爱吃的。此时母女俩也在想他，女儿伤心地问妈妈：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这句话让志源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为了更快适应生活，贤秀决定找个工作室。当他走到那里时，一种熟悉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，他本能地靠在墙边，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志源的身影。这一刻他似乎想到了什么。正当此时，房屋中介打来电话，带他去看一个急需出租的工作室，让他先看看房东马上就到。他刚进去就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氛围。就在这时，志源看到是贤秀后，他告诉他申请去釜山办公了，本来是来整理一下你的东西的，没想到你也在这里，这样我也不用收拾了。但这时候贤秀突然慌了，他问志源是不是要离开了。志源回答说他打算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。贤秀有些不知所措，他刚刚开始恢复对你的记忆，你怎么能就这样离开呢？接着他慢慢走向志源，虽然我还没完全恢复对我们的记忆，但现在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我希望未来的日子里能有你相伴，余生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最后两人在甜蜜的互诉中完美的结束了这一切。